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这一次，赵丽颖给内娱演员敲响警钟，孙俪的话终于有人信了。与凤航这部剧可谓上演了一场开局惊艳、后续乏力的戏码。由85后一线女星赵丽颖亲自主持监制的大手笔仙侠巨制，在播出前承载了观众满满的期待。然而，随着正片展开，人们不禁感叹：术业有专攻，影视制作的专业性不容小觑。整部剧的画面呈现不尽人意，其廉价的视觉风格甚至不及某些网络大电影的质感，穿帮镜头频繁，令人难以沉浸。剧情推进如同冗长乏味的流水账，缺乏焦点，尤其是男女主角之间拖沓的情感线索，逐渐耗尽了观众的热情。剧情过半之际，两位主演的表现亦引发了广泛争议。男主角林更新的演技遭受诟病，僵化的表情管理犹如木雕一般，过分依赖特效营造角色的神秘气质，整体表现显得疲软无力。然而，舆论热议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女主角赵丽颖。她在《与凤航》中的演绎不仅未能延续以往的良好口碑，反而招致不少负面评论。探究这一口碑翻车的原因，至少存在3点不可忽视的因素。首先，偶像包袱问题凸显。36岁仍活跃在仙侠剧领域的赵丽颖显露出强烈的不服老心态，然而这种坚持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。为了保持荧幕形象的青春靓丽，剧组后期工作量巨大，画面充斥着浓厚的滤镜与美颜效果。更为尴尬的是，赵丽颖在剧中的妆容过于浓重，宛如戴着一副现代感十足的人皮面具，既无古风仙侠应有的淡雅韵味，又在细节处处理失当，如沈黎受伤倒地时，其夸张的睫毛与粗黑眼线显得格外突兀，令2024年的观众大跌眼镜。对此，有人建议赵丽颖在监督剧本的同时，也应当关注自身在荧幕上的呈现效果，不要过分执着于年龄的掩饰。其次，演技层面的质疑声不断。在这部新剧中，赵丽颖的表演并未达到预期，尤其在诠释沈黎这一角色时，她似乎误解了飒爽清冷的性格设定，将其演绎得近乎面瘫，表演全程总给人端庄有余而自然不足的印象。例如，在面对剧中角色莫方深情告白的关键情节，沈黎内心情感本应复杂交织，既有对战友的敬佩和对挚友的情深意切，又需表达出一种并非爱情却包含理解和惋惜的态度。然而，赵丽颖的表演显得冷漠而生硬，仿佛只是随意回绝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追求者，而非对待那个并肩战斗、情深意重的人物，这让许多观众感到遗憾和失望。综上所述，《与凤航》在开播之初虽风光无限，但在实际播放过程中，因画面质感、剧情设计以及主演演技等方面的短板，使得该剧口碑滑坡。特别是赵丽颖的角色塑造和演技呈现成为了此次争议的焦点所在。当涉及到情感表达时，沈黎一角在与莫方的对手戏中展现出了不同的情感层次。他虽未萌生爱情之意，却流露出对他深刻的理解与同情，这一点与赵丽颖在某些场景中呈现的过于冷静，甚至近乎冷漠的态度形成了对比。就好比面对陌生人的轻浮搭讪，他轻易的给予毫不客气的回绝，导致观众在感受关键眼神戏份时未能捕捉到应有的情绪起伏，反而有种出戏的幽默感。在剧情高潮部分，沈黎与行止面临离别的场景，他深知两人间的鸿沟，内心的失落与无奈却难以掩饰。然而，对于赵丽颖在此处的表现，观众普遍反映其情感传递并不尽如人意，尤其是缺乏足以打动人心的眼神交流，仿佛其表演未能完全沉浸于角色之中。关于赵丽颖在《与凤航》之外引发的争议，则聚焦在其文化素养层面。社交平台上，赵丽颖频繁与粉丝互动，但多次出现的文字错误令人大跌眼镜，诸如将灵界误写为灵界，以及一系列其他的错别字事件，如师傅写成师傅，让人联想到了一种与其演员身份不符的滑稽场景。更不用提那手写的感动2字，
字迹潦草至极，辨识度低落。此外，接连不断的失误，如再看审离了吗？误写为再看审离了吗？不仅令人费解，而且在短短1周内竟犯错达3次之多，这让不少网友开始戏谑地称其为绝望的文盲。与凤航一句无疑成为了赵丽颖演艺生涯中一块揭示其短板的镜子，其因该剧口碑下滑而遭遇的公众质疑，无疑给整个娱乐圈带来了警示。而在众多85后花旦中，赵丽颖本被视为一位更为专注于演技而非综艺曝光的演员典范，尤其在近段时间成功尝试转型后的几部作品中，她塑造的角色赢得了广泛赞誉。例如，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饰演的农村女性何幸福，在《到风吹半夏》中坚韧果敢的女商人曲半夏，无不展现出她深厚的演技和形象突破力。甚至在春节档电影《第20条》中，她生动演绎了一位聋哑女性，深入人心。然而，正当赵丽颖似乎即将开启事业新篇章之际，接拍的仙侠剧《与凤航》却意外地引发了口碑崩塌，使她在观众心目中的良好印象受损，演技亦受到多方质询。这种情况印证了孙俪早前接受采访时提出的观点：演员应当珍视自身的每一次亮相，慎重选择剧本，不可随意接演。艺术生命力有限，精力亦有限，应致力于塑造鲜活的人物。过去，有些观众对此番言论不以为然，而今则纷纷赞同，意识到高产并不能替代高质量，一味追求作品数量只会加速消耗个人的公众关注度。孙俪本人便是践行此道的典范，虽然她上一部主演作品《理想之城》已过去了2年，但因其一贯严谨的选片态度，观众对其下一部作品仍然充满期待。相反，赵丽颖等一众85花尽管口中谈论转型，却仍难舍古偶剧带来的丰厚收益。譬如，赵丽颖在严肃题材《第20条》之后，迅速接拍了口碑欠佳的《与凤航》。杨幂在拍摄过谍战剧《哈尔滨1944》之后，仍有仙侠剧《狐妖小红娘》、月红篇等待播出。而出演《繁花》而声名鹊起的唐嫣，也同样预定了古偶剧《面无双》，与刘学义携手上演姐弟恋，预示着她的口碑也可能遭受考验。总结而言，这类流量演员若想真正赢得观众认可，必须在追求商业利益与提升艺术造诣之间做出抉择，切忌鱼与熊掌兼得的幻想，以免过度消费自身口碑。唯有坚决拒绝品质低下的剧本，用心甄选角色与故事，才能重新赢回观众的信任，不再屡屡让他们感到失望。